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oki。原神4.3的前瞻已经放出了4.3版本卡池的角色以及新角色的信息，还没来得及看4.3版本信息的小伙伴们，可以去看我的另一个视频——前瞻的总会懒人包，8分钟就可以了解全部的更新内容。今天我们来针对4.3版本的角色进行分析以及卡池的抽取建议，主要是为休闲党零氪玩家提供一个思路，以便更好的安排和规划原石以及抽取选择。Toki 本身是一个休闲党，外加基本算零氪的玩家，所以收集党、真爱党和高氪大佬们就按自己的喜好来。那这里的资料和分析都是仅供参考哦。那么我们首先进行角色分析。4.3的上半卡池为纳维亚以及神里灵华。首先，纳维亚是4.3的新角色之一，为炎元素的长枪角色。定位方面，可为主 C 或副 C。它的元素战绩点一是金火，在队伍中的角色获取结晶反应产生的晶片时，积攒1枚炼金弹片。炼金弹片每次触发都会刷新已有的持续时间，并且展开噬饼伞对敌人造成炎元素的伤害。消耗炼金弹片会打出不同数量的玫瑰金弹，命中的越多，伤害就越高。元素爆发，如现成天的明里，则是召唤青花礼炮对前方的敌人造成炎元素的范围伤害，并且进行持续性的支援炮击。固有天赋则是在枫丹进行时长为20小时的派遣任务时，能够获得25%加的奖励。纳维亚的加入打破了延系角色孤儿的尴尬局面，它能够与结晶产生反应连接，并且与队伍中的其他角色合作，共同发挥出更强大的效果。纳维亚不再是靠着高倍率单打独斗，而是更加重视与队友的配合。然而，纳维亚的输出需要依靠结晶反应，因此通常需要与其他的元素角色搭配。如果只使用延系角色，纳维亚的输出将大打折扣，并且无法与旧的延系角色搭配组成纯延队。在配对推荐方面，目前可以考虑组成双延队，即纳维亚加钟离或凝光加班尼特，再加一个上元素的香菱、叶兰、布宁娜或雷神等。纳维亚是一位以 E 技能为主要输出的角色，其主要伤害是依靠 E 技能的倍率，因此只要 E 技能的倍率够高，纳维亚的强度就不会太差。与其他老 C 的相比，它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。命座方面，Toki个人建议可以先抽个0命，不过在实际评测后可能会根据强度调整。在 4.3 上半卡池另一位复刻的5星角色为神里灵华，他是冰元素的单手剑角色，定位为主 C， 目前还算是 T0 角色。元素战绩的神里流冰华可以击飞身边的敌人，并造成冰元素的范围伤害。神里灵华的元素爆发技能神里流双灭，则是在短时间内对敌人造成大量的冰元素伤害，并提高元素战绩的伤害。神里灵华在大地图的开荒中表现优异，渡海能力也强，对单对群都有不错的发挥，爆发高，波盾也强，而且命座友好，素有平民战神之称。而缺点则是对充能有一定的要求，且需要一定的操作手法，需要稍微走位。在配对方面，神里灵华的永动队神鹤万星，即神里灵华加神鹤加万叶加星海，则是最高配置，或者也可组成速切队，如神里灵华加班尼特加行秋加香菱。神里灵华被玩家称为平民战神，虽然是5星角色，但对武器命座和队伍的要求都很低，即使是0命，用盾罩武器天幕打引刀，搭配其他4星角色也可发挥较大的战力。命座方面，神里灵华的命座对输出都有一定的提升，0命的神里灵华已经等同于完全体，若要抽的话，2命和4命的效果最为重要。4.3 的下半卡池为4星的新角色夏沃蕾，以及5星的雷电将军，以及5星的萧公。夏沃蕾是 4.3 版本的新角色之一，为火元色的长枪辅助角色。在定位方面，可以为雷火队伍进行增伤减抗，并且恢复前台的角色生命值。元素战绩劲迫式急速拦射，可以使用科枪击射敌人，造成火元素的范围伤害，并且击射后的一段时间内
可以持续给场上的角色恢复生命值。元素爆发技能烈焰暴风则是使用颗枪投射爆轰榴弹，造成火元素的范围伤害，榴弹命中后可以打出2次伤害。固有天赋则是乙方角色冲刺消耗体力降低20%。在优点方面，雷火队伍中，夏沃雷凭超载反应增伤、雷元素扩散、治疗等能力优于班尼特的增伤能力和治疗能力；而在非雷火队伍中，夏沃雷的增伤能力不如班尼特，但仍具备一定的治疗能力。目前还没有完全适合夏沃雷的队伍，可能需要等后续的克洛林德或仆人登场。而配对方面，目前还是主打雷火超载的队伍，即萧公加皇女加北斗加夏沃雷。夏沃雷的定位为辅助角色，需要与雷元素或火元素角色搭配，并且主打超载反应。它适合打单体的 BOSS， 因为小怪容易被超载反应炸飞。因此，夏沃雷的最佳搭档还是从远程输出、范围伤害或是有追击能力的强力主 C 角色。命座方面，并不建议为了命座特意下池子。当然，由于是新角色，具体数值还是要等实际评测后才知，或许会有变动。4.3 下半卡池的5星角色，则是复刻的雷电将军以及萧公。雷电将军是雷元素的长枪角色，定位方面为主 C 或辅助。元素战技神变扼要开眼，是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雷元素伤害，为队伍中附近所有的角色授以雷罚扼要之眼。在持续期间，元素爆发造成的伤害获得提升，并且提升程度基于元素爆发的元素能量。而元素爆发技能奥义梦想之说则是释放后会造成雷元素的范围伤害，并进入梦想一星的状态。在梦想一星状态下，雷电将军的普攻、重击或下坠攻击都会变成雷元素伤害，并且为队友恢复元素能量。雷电将军的抗打断能力和免疫雷电反应的伤害也会提升。在梦想一星的状态下，雷电将军的普通攻击、重击下落都会视为元素爆发伤害。雷电将军作为七神之一，养成的难度低，深渊也无压力，元素爆发充能协同攻击，也可高频挂雷，是非常推荐的角色之一。然而，若要作为主 C 使用，那么在输出方面，使用的面板要求会稍微高一些。配对方面，有已经成熟的雷9万班，即雷神、9条加万叶加班尼特的组成，或是雷神国家队，即雷神加香菱加行丘加班尼特，或是雷神超激化，即雷神加菲谢尔加纳西达加钟离。雷神将军是七神之一，灵命即可作为辅助角色使用。它的元素战技和小技能可以频繁挂雷和输出，元素爆发可以战场输出和充能。雷电将军的元素战技还可以为队友的大招提供增伤。2命的雷神将军可以无视敌人的防御力，提升他的输出能力，使他成为 T0 级别的主 C。在命座方面，推荐已有雷神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补一个1命或2命。萧公则是老牌的5星火元素主 C， 使用的武器为弓箭，元素战技萧焰停火舞，在持续时间内将萧公的普通攻击发射的箭矢转为烈焰箭，造成伤害转为火元素伤害，并且可以提高普攻的伤害。而元素爆发流金云间草则是向前发射火焰，造成火元素的范围伤害，并且对命中的敌人附上流金火光的 buff。流金火光会使队友的攻击对附着敌人造成额外的火元素伤害，并且在敌人被击败时转移至附近的其他敌人。流金火光每2秒至多可触发1次爆炸。萧公的优点很多，它的上手简单，对单能力也很优秀，并且可以自动锁敌，对手残党如 Toki 来说用起来都毫无问题，可以说是非常方便。然而，萧公的对区能力较弱，除非和草神配合打气化，可以稍微弥补一些。在配对方面，可以考虑打蒸发队，即萧公加钟离加叶兰加班尼特，也可以组成烟花武装，即萧公加行丘加北斗加菲谢尔，或是打烈绽放，即萧公加星海加风原万叶加纳西达。萧公作为老牌的5星火 C， 在原石充裕的情况下，还是值得抽一个的。而且萧公的人设是真的很有爱。命座方面，除6命外，提升都比较小，不建议抽取。0命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输出机制。
总体而言，这5个角色都是非常强力的角色，在各自的定位上都有着出色的表现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，选择合适的角色进行培养。那么，我们来谈一下 Toki 的抽取建议。在命座抽取方面，纳维亚和夏沃雷由于是新角色，我们暂不考虑；而神里灵华则是2命和6命，雷电将军为1命和2命，而萧公则是6命。上述的命座效果都能够为角色带来显著的提升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抽取。那么我们来谈一下角色抽取的推荐。根据上面我们的角色分析，人物抽取的优先顺序如下：第一梯队是神里灵华和雷电将军，这2位角色都是 T0 级别的强力角色，无论是作为主 C 还是辅助，都具有非常出色的表现。神里灵华是开荒优异的兵 C， 对单对群都有不错的发挥，爆发高，破盾强，且命座友好。而雷电将军是7神之一，养成难度低，深渊无压力，元素爆发充能可以协同攻击，高频挂雷，非常适合新手和缺少深渊强力角色的玩家。第二梯队则是纳维亚和萧公，这2位角色都具有一定的强度，但在某方面仍有不足。纳维亚是一位炎 C， 强度与队伍的搭配息息相关，如果可以搭配钟离、凝光等炎 C， 输出能力会大幅度提升。但是由于是新角色，很多数据还不太确定。而萧公是一位单体的强力火 C， 他的强度主要是体现在对单输出上，对群能力则比较弱。第3梯队则是夏沃雷，夏沃雷作为一个4星的辅助角色，在雷火队伍中具有一定的优势，但目前还没有完全适合他的队伍，所以不建议为了抽他而专门下卡池。不过如果抽雷神或是萧公的话，也可以顺便抽一只夏沃雷放在队伍中。如果是新手或缺少强力角色，建议优先抽取神里灵华或雷电将军。若是在这2个角色中选择的话，都会比较建议先抽取雷电将军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2位角色，那么则可以考虑抽纳维亚或萧公。当然，在抽取角色时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选择，毕竟每个人的卡池都不一样。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告知你们现有的卡池角色，Toki也可以帮忙提供抽取建议哦。那么这次的角色分析和抽取建议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小伙伴们补充分享你们的意见和想法，让我们一起期待 4.3 版本的到来吧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支持，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还请点赞订阅支持 Toki哦。